这个方法专挑垃圾时间做交易，很多朋友都觉得外汇市场的这个东金时段波动小，机会少，行情就像一滩死水，经常是被直接跳过的交易时段。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片宁静之下可能就隐藏着一个非常独特的交易特征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一个专注于量化交易的探索者啊。今天我们就来验证一个海外非常流行的策略——东金时段反转策略啊。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这个核心逻辑，然后再进行多商品的多年的历史回测，亲自去验证一下这个策略有没有概率上的优势啊。毕竟这个原作者起的这个标题啊，确实勾引了我一下啊。他敢勾引我？谁勾引你啊？他敢勾引我？我们就看一下它是不是一个被低估的交易策略啊。那么这个策略同样也是源自于网络啊。我们今天用来量化的这个交易细节啊，就源自于这位老哥啊。你看他天天思考的这个大脑门啊，都锃亮了啊。因为他已经做了相关的这个回测啊，我看他的这个回测结果还是有点东西的啊，所以我才愿意花时间测一下啊。可以明显看到啊，这个不少的品种都是正期望的啊，尤其这个棒美和这个美瑞啊，表现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啊，还有这个欧美也还行啊，但是它这里日元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表现就差强人意了啊。不过这也比较合理啊，因为日元这种趋势性的品种啊，你把它套入这种均值回归类的策略的话，肯定是不那么适合啊。好，那么感谢这位老哥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分析这个东金反转交易策略。这个策略的底层逻辑就是东金时段的这个交投啊，通常来说都比较的清淡啊，很容易形成一个狭窄的一个盘整的区间。当后面的这个伦敦或者纽约时段开始的时候，价格通常都是有力的突破这个区间的上轨或者下轨啊。突破的时候，通常来说这都是一个假动作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MT5 上的图表会更加明显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基本上来说，东金的这个交易时段都是比较平静的啊，就是振幅的话都是比较的小啊，有波动的行情都是出在这个后续的这个伦敦或者纽约交易时段啊。那么在这个平静的时间段内形成的这个价格区间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啊。当后面的这个伦敦或者纽约时段价格突破这个区间的时候，大概率就是一个假突破啊。比如说这里它是上去之后，然后又下来，这里上去假突破，然后又下来，这里是下去之后回来了一点啊。当然它也不是说完全100%的概率啊，它这里也是下来，然后回来一点，这里是上去之后又大幅的回调下来。这里也是上去之后大幅的回调下来，这里也是上去之后上去了一部分，然后大幅的回调，这里是没有做交易啊，这里也是上去之后大幅回调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东金反转策略啊，它其实就是利用的这一个特征啊，那么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程序啊，像一个猎手一样识破它这个陷阱啊，就是和这个所谓的这个聪明钱站在一起啊，进行反向操作啊。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价格啊，它向上突破这个东金区间的最高价时，我们就做空；如果价格向下跌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东金区间的最低价的话，我们就做多啊。它这里所有的这个交易逻辑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赌的就是一个顺大逆小的一个均值回归啊，赌它是一个假突破啊。当然我这里说的赌也是站在概率大的一边的时候才会进行的，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区间都要去做的啊。比如说这里的我们这个区间就是没有做的啊。好，那么一个好的思想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来执行，所以我这里把它
开发成了一个全自动的 EA 啊。那么对这个策略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盘下载啊，自己进行测试啊。那么它的规则是非常清晰的啊，我这里还是在盘面上举例啊，就以这个例子啊举例啊。首先第一步就是定义东京区间啊，那么 EA 会自动的识别每天的这个东京的交易时段啊，也就是我们图上的这个紫色的方框啊，它会在这个时间段内自动记录下最高价和最低价。然后第二步就是定义我们的这个交易窗口啊，紧接着紫色区域的就是这个黄色区域的这个方框，它就是我们的这个行动窗口啊，就是我们用来做交易的一个区间啊。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内 EA 才会去寻找交易机会啊，只要不在这个方框之内的行情啊，我们都是只持仓啊，不开仓的啊。然后第三个规则就是我们的入场信号啊。那么在黄色的这个方框之内，一旦它有一根5分钟 K 线的这个收盘价收在了这个黄色区间的外面的话，那么 EA 就会立刻进行反向的开仓啊。那么它的离场信号的话，我们这里是为了保证这个策略它是一个日内的一个属性啊，我们会在图表上标记一个红色的一个垂直的虚线啊，它就是我们预设的一个强制平仓的一个时间点啊，也就是到了这个时间点之后，无论你是持仓是亏还是赚啊，你到了这个时间点都会进行平仓啊。然后止损的话，我们这里是使用一个一个固定的点数进行止损啊，当然你也可以不给它设定啊。如果你不设置的话，那么就是采用我刚才说的这种离场信号进行平仓啊。你可以认为它是基于时间的一个止损和止盈，基本上持仓的时间就是10来个小时啊，我们不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价格上的波幅啊。当然所有的这些参数啊，包括这个时区的一个设定、手数，还有这个止损，包括这里的这个过滤器啊，我们都是做成了这个外部参数啊，方便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进行调整啊。那么下边的话，这里通常来说就是一些图表上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颜色啊，不会影响我们策略的一个做单逻辑啊。那么说到这个时区的话，我这里是要解释一下啊，因为有些同学他可能是不太理解啊。这个原策略它是基于的这个美国东部时间为准啊，也就是每天晚上的这个19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它定义为这个东京时段，然后凌晨1点到3点它是交易时段啊。当然这里如果考虑到夏令时、冬令时，还有这个原作者打算提前出场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它这里的这个时段上的定义与我们广义上的这个东京时区要有个把小时的一个出入啊。不过关于这个出入的部分，也就是这个时区的定义，我是不打算修改了，我们就按照原策略的来啊。那么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时间点啊，我们券商服务器因为这个世界各地这个时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是不能直接使用原策略所描述的那几个时间点的。所以我这个 EA 的代码啊，它在代码里边会自动的把原策略的这个纽约时段19点、凌晨1点，包括这个凌晨3点啊，把它自动的转换成为一个世界通用的一个标准时间啊，也就是格林威治时间，也就是 GMT 时间啊。然后再把这里所谓的这个 GMT 时间，根据你这里所输入的这个 GMT 偏移量啊，比如说 IC 的话是 GMT 加2啊，那么对应过来就是凌晨1点到凌晨7点是东京时段，凌晨7点到凌晨9点是交易时段啊，也就是它都是通过
这个偏移量来进行计算的啊，就是把原策略所采用的时间点翻译成为你平台的一个时间点啊，所以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在这一块要正确的填好你券商的 GMT 偏移量啊，否则的话，你这里填错的话，那么它做的肯定就不是一个东京时段的一个反转交易了啊。好，这个逻辑还有这些参数啊，反正就是这么设定啊，都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在盘面上再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一块啊，它这个做多啊，因为我这里是有一个过滤器啊，但是我这里先不讲，我们先把它禁用啊。也就是每一个时间区间它都会进行进场啊，只要这个价格有一个5分钟的 K 线收在这个区间之外的话，它就会进行反向的一个开仓。比如说这里收在这个下轨的话，我们这里就会进一笔多单，然后我们的止损的话会放的相对来说会比较的远啊，就给它一个弹性啊，然后到了这个时间点它就会自动进行出场啊。然后这里的话，这里的做多也是同样有一根 K 线5分钟的 K 线收在下轨之外，然后它反向的进行一笔多单的开仓啊，然后它这里是被止损了啊。好，这里也还是同样的做多啊，在最终的这个平仓时间点进行止盈啊。我们找一笔做空的啊，比如说这里的做空啊，它是收在了，肉眼可能看不清啊，但是其实它这根阳 K 是收在了上轨之外的啊，所以这笔空单就做进去了。做进去之后呢，它是最终到了这个最终的平仓时间点进行平仓啊。但因为我这里是没有给它设定一个固定的一个止盈价位的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是根据这个原作者的回测结果来写的啊，因为他的回测结果就是持仓时间越长，大概率来说就是赚的越多啊，所以你单看个笔交易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利润的巨大回吐啊，但是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是盈利最多的啊。这笔做多也是同样的。好，反正逻辑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啊。我这里就先把它跑完啊。我这里测试的是这个棒美的5分钟图表啊，2012年到2025年13年的行情啊。因为还是根据原作者的回测结果来看的话，棒美表现是不错的啊，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已经做了一些回测啊，棒美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方式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啊。从这个资金曲线来看，它的这个交易记录、交易笔数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它每天都有这个交易机会嘛。但是从它整体的这个曲线的斜率还有陡峭程度来看的话，虽然它也是一个正收益啊，但是你肯定不能说它是很好的啊。那么根据原作者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啊，只不过我们这里这个回测结果比他所采用的这个 multi-charts 回测的结果要稍微好一点啊，所以原作者针对于这个结果又进行了一些优化啊，增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过滤器啊。那么同样的，我这里也是把这个过滤器实现了啊。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开启一下，看一下增加这个过滤器之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它这个规则其实也是很简单啊，它就是使用这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大趋势来决定我们是否要参与今天的这个小级别的一个反转啊。我再找一下啊，因为开了这个过滤器之后，很多信号都是不能开仓的啊。我大体说一下啊。假设你这里想做多的话，想做空的话，你可以做啊，但是前提是到你开仓的这个时间点为止啊，到这个时间点为止的最高价必须
它的最低价必须要已经跌破了昨天的这个最低价，它才可以进行做空啊。如果你是做多的话，那么前提就是到今天为止，它的这个最高价已经突破了昨日的最高价，它才可以进行一个做多啊。也就是针对于日线级别的一个高低点与昨天的这个高低点进行一个判断啊。当然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因为今天还没有走完，所以它只能以目前为止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进行判断啊。那么讲到这里，大家针对于它这个过滤器，你能够想到什么？它其实是不是就在做我们常说的这个顺大逆小啊？就是只在大顺风的背景下去做小逆风的一个修正啊。所以小级别看，它确实是在这个逆势交易啊，但是大级别看，它其实是顺势啊。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基础的一个理论逻辑啊。好，那么我们还是把它跑完，我们看一下开启这个过滤器之后的一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的。好，看这里啊，可以明显看到它的这个总的交易次数是大幅度的减少啊，减少了非常的多啊，从这个资金曲线也是能够看出来的啊，可能只有之前的10%左右了啊。也就是说 EA 它变得更有耐心了，也更挑剔了啊。但是从它其他的这个性能指标来看的话，它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这里的资金曲线看起来也要比之前的健康平滑的多啊。这就是采用这个顺大逆小过滤器的一个作用啊，它是牺牲了交易频率，但是换来了更高一些的这个交易质量啊，并且我这里也针对于，我已经提前针对于这个多商品进行了一些回测啊。那么我这里这个 QA 它所展示的就是这个策略能够呈现正期望收益的一些交易品种啊。我们从这个盈利因子来看的话，日元相关的表现确实相对拉胯一些啊。那么这和原作者回测的结果也是同样的啊。那么虽然单看一个交易品种啊，它的表现确实不能说很亮眼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组合成为一个 portfolio 的话，看起来是不是就顺眼很多了啊？那么第一个的 portfolio 它是包含日元的，第二个它是不包含日元的啊。很明显，不要日元，它整体的表现是会更好一些的啊，并且，因为这个策略它的逻辑足够简单啊，就是因为足够简单，它才能够在多商品上达到一些共性的特征，并且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品种之间的一个相关性的话，其实能够看出来它们的相关性其实是不高的啊，不高。我们看一下韩日元的话，有2个品种相关性比较高，分别是这个美日和这应该是加日吧，美日和加日啊。当然这个韩日元的话，它总体表现也要差一些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验证了这个东京反转交易策略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先不谈它最终的这个曲线表现如何，我们单看它这里的这个进场的这个特征啊，就是这个假突破的这种特征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这个特征的话，我们可以保留用来更进一步的优化啊。好，那就这啊。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